胡歌舉刀，李沁握杖。人間有味開機照殺風，內娛終於等來真。在北京的某個角落，寒冷的東風吹拂着街頭，但街道上彌漫着一股溫暖的煙火氣息。正是人間有味的開機，使得這一切變得生動起來。胡歌和李沁這對新搭檔，如同在歷史長河中閃爍的星辰，他們的身影在90年代的老字號餐館中交織，喚起了許多人對那個時代的深刻記憶。每一個細節都像珍貴的珍珠，串聯起這部劇的靈魂。胡歌站在片場，身形高大而堅定，他的寸頭彰顯着清爽與幹練。那把廚房刀具似乎不僅僅是道具，它象徵着他對角色的深厚承諾。在他握刀的瞬間，仿佛能聽到刀刃與砧板碰撞的清脆聲，仿佛他已經化身為那個在廚房裡忙碌的廚師，能將簡單的食材變成舌尖上的美味。胡歌專注地練習着刀法，手心微微冒汗，流露出他對角色的投入與熱愛。李沁站在旁邊，他的目光溫柔卻堅定，手中緊握着賬本，姿勢透露出一股力量感。他穿着紅色高領毛衣，在燈光下格外鮮豔，為這個充滿煙火氣息的故事增添了幾分溫暖。他翻閱賬本的動作非常專注，仿佛在和歷史對話，仔細琢磨着其中那些曾經的交易與故事。每一個數字背後都承載着一種過往的辛酸和甜蜜。儘管外面是寒冷的冬季，片場的氣氛卻因演員們的默契和團隊的努力而變得異常溫暖。拍攝的間隙，演員們偶爾交換一個眼神，或者分享一個輕鬆的笑話，彼此間的信任和默契變得尤為珍貴。胡歌時不時停下手中的動作，轉身向李沁投以鼓勵的目光，而李沁也總是用溫暖的微笑回應，仿佛在默默地傳遞着我們一起努力的信念。制作团隊的每一位成員都在忙碌着，導演黃磊則專心地觀察每一個細節，力求呈現出最真實的90年代場景。劇組特別注重道具的設計，從市集上淘來的老式鍋具到手寫的菜單，每一處細節都經過精心安排，甚至連街邊小攤的布置也都力求還原那個時代的味道。這些細節讓人仿佛穿越時空，回到了那個充滿人情味的年代。在拍攝間隙，胡歌和李沁常常圍坐在一張長桌旁，桌上擺滿了各式傳統小吃，鍋貼、炸醬麵、糖葫蘆，每一道菜都散發出誘人的香氣。胡歌時不時剁着食材，切得利索乾脆，仿佛不僅僅是在為角色熱身，更多的是在享受這份美食的樂趣。李沁則偶爾向他請教，眼中充滿了求知的渴望。你覺得這些菜的味道該怎麼調配？他認真地問。胡歌微笑着回答，要有層次感，先是鹹味，再來些鮮，最後加點酸，這樣就能讓人吃了還想再吃。他的回答帶着一種回憶式的溫暖，仿佛是自己在烹飪中的心得。這樣深入的交流，讓人感受到他們之間的默契與理解，也讓人明白他們不僅僅是演員，而是完全融入了自己所飾演的角色，成為了那個時代的縮影。隨着拍攝的推進，劇組的氛圍變得愈加融洽。老戲骨何冰和劉佩琦常常出現在片場，他們的存在為這部劇增添了一份厚重的文化底蘊。劉佩琦總是用幽默的口吻分享自己的演藝經歷，何冰則認真地背誦着菜名，展現出老一輩演員的敬業精神。社交媒體上，關於人間有味的討論不斷升溫，網友們紛紛表達自己對這部劇的期待，並分享着觀看的計劃。在這樣的氛圍中，胡歌和李沁的每一個舉動都被放大，成為大家熱議的焦點。人們都在期待着這對掌勺搭檔如何在屏幕上呈現他們的煙火氣。隨着拍攝的逐步推進，劇組的成員們也悄然發生着變化。
胡歌和李沁的默契，以及他們對角色的深度投入，漸漸影響着整個團隊的氛圍。每個人都在為這部劇付出努力，仿佛他們的內心都有一個共同的夢想，期望能將這份文化和情感傳遞給每一位觀眾。與此同時，觀眾的期待也在不斷升溫，對90年代文化的追溯，對美食的再現，以及對人情溫暖的表現，每一處細節都在引發觀眾深深的情感共鳴。在社交平台上，大家紛紛分享着自己的故事與回憶，仿佛在一次次互動中重新找回了那份曾經失落的溫暖。人間有味不僅是一部電視劇，更是一種文化的傳承與復興。在這個快速發展的時代裡，胡歌與李沁的演繹讓觀眾重新體驗到那份煙火氣。隨着劇集的播出，觀眾將在這段故事中找到共鳴，重新審視過去與現實的聯繫，這也是大家共同期待的時刻。這部劇注定會成為時代洪流中閃耀光芒的經典之作。2. 李沁小香風造型封神，純白套裝穿出仙女感，逆天長腿成焦點。當李沁身着一襲純白小香風套裝亮相，那些銀白鑽扣順着肩線一顆顆滑落，像是把塵霧裡的碎光揉進了金屬裡。你很難想象這套看似優雅乖巧的造型，竟然藏着那麼多叛逆的穿搭密碼。別人穿小香風容易顯老氣或過於貴婦，他卻用一條窄窄的黑腰帶掐出比手腕還細的螞蟻腰，裙擺精準停在大腿最纖細的位置，讓逆天長腿瞬間成為焦點。這哪是簡單的名媛風，分明是一場精心策劃的優雅反叛。李沁對小香風的駕馭早就有了一套自己的法則。2021年春天，他就用一件白底紅色唇印的上衣搭配紅色小香風半身裙，打破了小香風一貫的端莊印象。那件上衣的圓領處特意設計了小型開口，營造出 V 領的視覺效果，既保留了甜美又增添了設計感。而到了年底的東京街頭，他更是用橘紅色緊身內搭配白色針織小香風開衫，在黑褲子與短靴的基礎上，穿出了活力淑女的新風格。這身搭配的精妙之處在於，室內脫掉外套是元氣少女，室外穿上外套則變身清新淑女，一套衣服兩種風格隨意切換。說起李沁的身材優勢，那雙修長美腿確實令人過目不忘，但她最擅長的是用服裝剪裁來強化這一優勢。2019年的一次造型中，她選擇黑色小香風上衣搭配做舊牛仔短褲，通過深色系收縮視覺的效果凸顯骨感身材。而最近的一套造型更是心機滿滿，裙擺長度精確計算到大腿最細處，在窗邊漫射光下顯得腿部線條更加修長。這種對細節的精準把控，讓她的每套小香風造型都像是量身定做的身材放大器。在面料選擇上，李沁也展現出了獨特的眼光。從經典的粗花呢到柔軟的雪紡，她總能找到最適合單品的材質。2019年那件黑色小香風上衣，在胸部以下採用線絨裝飾，既增添了靈動感，又提升了優雅格調。而另一套白色雪紡上衣則在胸口制作成向日葵造型，利用雪紡的柔軟特性凸顯柔和質感。這些面料的選擇不僅符合小香風的高貴基因，更為整體造型注入了輕盈感，避免過於沉重的視覺效果。配飾在李沁的小香風造型中從來不是配角，而是點睛之筆。2024年的一套小香風加超短裙加高跟鞋的搭配中，她僅用簡約的銀色項鏈和小巧耳環做裝飾，就讓整體造型精緻度提升了一個檔次。更不用說那些精心挑選的手提包，既實用又為造型增添優雅氣質。這種克制的配飾哲學，
正好印證了少即是多的時尚真理。色彩方面，李沁似乎特別鍾情於純白色系，白色不僅襯托出她皮膚的白皙，更賦予小香風造型一種仙氣感。但她也會巧妙融入亮色作為點綴，比如那件橘紅色的緊身內搭，在淺色外套的襯托下，恰到好處地中和了整體造型的色調。這種對色彩收放自如的掌控力，讓她的每套小香風造型都既有重點又不失平衡。從戲曲舞台走出來的李沁，似乎把旦角的身段訓練也融入了時尚表達中。多年的昆曲訓練賦予了她獨特的形體表現力，這讓她的每套小香風造型都帶着一種古典韻味與現代時尚的奇妙融合。當她身穿小香風外套時，那種挺拔的體態與優雅的氣質，讓人不禁聯想到她曾經在戲曲舞台上的風采。隨着小香風加超短裙加高跟鞋的穿法在社交媒體上引發關注，李沁的穿搭開始被更多人模仿。但這種將優雅與性感完美融合的風格，是否真的適合日常穿着？當經典的小香風遇上大膽的超短裙，這種混搭到底是對傳統的突破，還是對經典的誤解？每個人或許都有不同的答案。